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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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a minute, I was told there's no back up. Darkness all in my veins, but I won't be a victim. Y'all can trip, living life in restrictions. I might slip out every day, but I won't be a victim. I'm in the 7, I'm gonna act u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Ye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Spilling the tea, you stirring the cu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Yep. I'm in the 7, I'm gonna act u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Ye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Spilling the tea, you stirring the cu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Yep. I'ma need you to back up. Hell is you thinking I'm jumping and leaking and Leo is leaking immediately. Show up this evening and wait till you sleeping and wrap you up nice and neat in them sheets. Kick to the open, I'm scanning for motion, I'm just trying to make all my pockets.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猪分享。感觉近些年耐克真的没什么活了，要不就是复刻科比的签名鞋，要不就是发售仿科比签名鞋，感觉就像是根据 AI 大数据给出的建议，然后做出的设计。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又是一双小科五，耐克的莫兰特2代。当然，我个人是不介意这些致敬或者说借鉴的行为，只要它是好看好穿的就行了。那如果着急只想知道它有哪些实战优缺点的朋友，可以直接拉动下方的进度条到实战感受分享的部分，我已经给视频设置好了分段。那不赶时间的朋友呢，就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双鞋外观和细节的部分。目前已发售的配色里面，我最后选择了这双首发的 Inductive 配色，也可以称之为名人堂配色。因为在今年的7月28日呢，为了庆祝莫兰特入选莫里州立大学的名人堂，耐克向莫兰特赠送了一双2代的特殊鞋盒版，里面装的就是这双 Inductive 配色。鞋身主要是冰蓝色和粉紫色为主，给人一种很清冷的感觉。这样鞋身上遍布的爪痕图案，也会有一种冷酷杀手的气质，也很符合莫兰特的球风。我觉得这个颜色的搭配也是目前已售配色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另外，这些大学的专属 PE 配色也真的是挺帅的，如果后期能发售的话就更好了。在其他配色的基础鞋面上，还额外加了一层 TPU 网纱材质的鞋面，就像额外套了一层丝袜一样。这层丝袜呢，把耐克大 logo 给挡住了，所以又很倔强的在前掌外侧呢加了一个比较突兀的迷你小 logo。后跟上依旧印有12AM 的字样，12是源自莫兰特的背号 ，AM 就取自姓名 Jamoran 中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母和姓氏首字母组成。同时，12AM 也代表凌晨12点，一天结束和开始的时间，大概就是全天候为了提高自己而付出努力之类的意思。后跟内侧印有 Midnight Series 的字样，翻译中文就是午夜系列，也是和12AM 相关联的，因为12AM 就是午夜12点嘛。那莫兰特球鞋自然就成为了午夜系列。足弓处则是留给家庭成员的位置，依次分别是他的女儿名叫卡莉。还有莫兰特的妹妹特奈亚。特奈亚同样是一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仅和哥哥长得非常像，打球风格还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接下来两个就分别是母亲的名字 Jamie 和父亲的名字 T， 是他们一起培养的小贾的篮球天赋，并一直支持他的篮球梦想。外底做了一个巨大凹陷的 swoosh 设计，边缘被一圈的 TELF 字母包围，上面有一句 For the underdogs who have the dog in them， 表达他对于那些处于劣势但内心充满斗志、不畏挑战的人的认同和激励。作为零星高中生，上大学之前从没有被认为是天才球员，但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 NBA 榜眼秀的莫兰特，当然能算是 underdog 精神的代表之一。因此，莫兰特特别能理解那些被低估但是内心充满斗志的人。据说莫兰特在美国高中的4年级时才能轻松地完成扣篮，这就说明他并非是早期就展现出过人的身体素质，更多还是和努力的训练密不可分。陪着莫兰特一起在后院训练弹跳的拖拉机轮胎，也是见证了莫兰特整个努力训练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物品。轮胎上面的花纹这次也成为了设计元素之一，形成了外底的纹路。除此之外呢，鞋舌这一块的质感还是不错的，磨砂面质感的人造革材质上做了一个反光的大理石花纹，上面有一个立体的莫兰特 logo， 整体做工质感算是中规中矩，除了有些许溢胶的现象呢，暂时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我
我觉得退步最明显的就是鞋面的部分，体现在鞋面整体的支撑包裹锁定的表现上，主要是因为中间网眼部的部分非常薄，强度低，而且延展性过强。外面的整个蓝色框架的部分强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和网眼部是一体联动的一个状态。静态下利用两边鞋面可调节幅度大的优势，可以调整到适合自己完美包裹双脚的程度，会感觉包裹贴合也挺舒适的。但是随着运动过程中呢，就会感觉网部的部分强度极低，整个脚背的部分不会感觉到能很稳固的锁定在鞋内。左右横移时也会觉得被整个蓝色的框架拉扯，很容易产生形变，然后导致会有越穿越松的感觉。我记录了一下，我仅穿了3天之后的鞋面，就已经有被撑开之后造成不可恢复的形变了。还有和1代不同的就是2代改成这种外层框架包覆的鞋面设计。简单点说，就是1代的最下方鞋带孔的位置呢，是有一条横梁进行定型的。这个其实就是可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了鞋面的运动过程中肆意的过度拉扯形变。但是2代呢是完全开放式的，两侧延展性更低的鞋面呢只是夹住中间，而没有了这个横梁，且底下包括鞋舌的部分呢用的刚好又是和鞋头部分一样的低强度网眼部，而且鞋带孔之间的距离还比较远。当然像我这样足中段比较宽的，或者是一些高脚背的朋友，没有了这个横梁和热压加固的限制呢，加上独立鞋舌的设计和有一定弹性的鞋面材质，也有较大的可调节空间，通过把鞋带调节也是可以调节到自己想要的舒适的宽度，这是一个优点。但是缺点也是随之而来，整个脚背部分如果因此拉开一个大的间距面积，仅靠底下的网眼部和鞋带会让鞋子的包裹显得很松散。如果是瘦脚的话，能让两边的鞋面收得窄一些，可能还不会那么明显。综上所述呢，就让鞋面运动过程中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都不能很好的锁定双脚。优势的部分就是静态下的贴合度和舒适度不错，弯折很顺畅，也完全不会卡脚。但是舒适度和1代比的话，我觉得1代的填充更足一些，也会更舒适一些。中底配置及外底的造型呢，几乎是和1代一致的，都是前掌的长方形纵加 Phylon 的泡棉，还有一块长方形的抗扭片。脚感也是很类似，但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1代的整个前掌呢，会感觉比较平整，不太会有那种气垫凸起的脚感，但是整个前掌的缓震和回弹都非常明显，也不会觉得长方形的气垫面积不够。2代是能感觉到有一块长方形气垫的存在，但是感觉气压没有那么足，或者是厚度变低了，反正回弹感是没有1代那么明显。整个前掌的厚度重心感觉也下降了，会比1代更加的贴地一点。缓震回弹是不如1代，但是场地感呢会优于1代。对于吃速度启动的轻体重突破档来说呢，算是一个好消息。中底的泡棉部分的抗衰减呢，缓震回弹，我个人感觉是不如1代的。穿了几场之后呢，因为后跟的衰减已经开始慢慢有了前高后低的感觉，但是这次的自然弯折点靠后，加上领口开的比较大，整个后跟也是没有特别厚实的填充，虽然不至于有掉跟的现象，但是后跟的锁定并不算好。每次后跟抬起呢，还是会感觉后跟在鞋内有小滑动，需要把最顶端的鞋带呢系得很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打一会呢又会变松一点，可能打球过程中就需要重复系鞋带来保持对踝部和后跟的锁定。当然比1代进步的点也是有的，比如换成薄的网眼部之后呢，确实会比1代密不透风的鞋面在透气性上会更好一些。另外鞋面上节省的材料，加上外底增加的挖空设计，也让2代对比1代在重量上轻了一些，成功减重到了353克，一个非常轻质的重量，脚步动作的速率都能得到很好的保证，符合它灵动后卫鞋的定位。而且左右脚的误差呢也是控制的非常好，仅有 0.5 克，这个误差控制的也是真的牛。同时这次后跟的港宝真的做得非常硬，整个后跟的稳定支撑性而言呢，是会比上一代更好的。继承下来的优点也是有的，比如中底用的依旧是 XDR 的橡胶大底，耐磨也是和1代一样的优秀，硬度数值显示呢也是相差无几，也打过了粗糙的水泥地，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起皮磨损。同样抓地表现也是一样的可靠，各种场地的测试呢都是完美的过关，都能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同样的材质换上了这侧轮胎纹路也是同样的靠谱。另外灵活性也是得到了继承，因为整个前掌外底的形状设计呢几乎是和1代一样的，在前掌最宽的位置呢保留了足够的宽度，然后就像鞋头位置的收窄，同时做了向上翘和两侧的弧形上包，就能做到既稳定又灵活，非常适合灵活的变向档。另外瞎子都能摸出来了，内侧的内收还在，我就不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什么母外翻之类的，毕竟是会劝退很多的人。但像我这样的偏希腊脚型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尝试的。像我反而会觉得鞋头的内侧是严丝合缝的，并不会有明显的压迫感。尺码建议的话，首先鞋楦我感觉是和莫安特1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首先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穿鞋习惯，选尺码时长度有没有留一点点的余量，这个比较关键。就像杜兰特选鞋呢，基本都会选比自己脚要大1号的鞋，所以他才会经常在比赛里面掉鞋。
当然也有喜欢极致包裹的朋友，每个人的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写我的尺码建议是平时李宁常规尺码留一点点多余空间的朋友，我建议是同样的尺码。但是如果平时李宁尺码是严丝合缝，直接脚趾几乎贴着鞋头，那我的建议是比李宁尺码大半码。还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微宽脚型呢，是完全可以穿的。但是大宽脚的话，建议就是可退换渠道先买回来试一下。如果是穿过一代的，那就按照一代的尺码来购买就可以了。最后做下总结，这双莫兰特2代轻量、场地感足，也依旧保留了后卫鞋需要的轻巧灵动，外底可靠的抓地力，也有让人放开手脚做动作的安全感。只是鞋面不足的部分呢，让它的鞋脚一体性因此下降了不少。我觉得平替的话算不上，但是可以算是一双简版的科5，也是目前仿科系列大赛中仿得最好的一双。但其实跟莫兰特1代也是高度的相似，我个人甚至觉得1代是更好穿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更喜欢2代的外观，同时1代的价格又更有性价比的话，那还不如选择1代。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节目呢，可以给我点赞、投币加关注，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